哎呀，身为捉刀人，杀人是我拿手的，主打的就是无痛送人上路。乖，不用护着头，我才舍不得打烂你的脸，这会影响我拎着人头去提薪司领赏银的。月斜江面夜幕低张，雾气氤氲不散，唯独这钱塘江面那艘乌篷船上挂着昏暗的油灯，发出幽幽的光圈。小道长，饶命饶命！我比提刑司多出100贯，请小道长高抬贵脚。这钱不钱的不打紧，主要是祖师爷慈悲。现银还是宝钞？宝钞，通存通兑。切，宝钞通兑每贯要扣30文的息钱，不划算。得加钱。再加100贯。今日第3杀的有点多，祖师爷慈悲，那就听你的吧。道长何不与我合伙？有个赚大钱的秘密，西京府尹李大人不能生。哎呀，不听，王八念经。我只想偷摸发点小财，对别人的秘密不感兴趣。李老三，你这借刀杀人玩得挺顺手啊。不敢，小道长有信，某不敢误。汉子李老三诚惶诚恐地弯下腰，将这银票举过了头顶。哼，真乖啊！凭票取山里，再领足纹银100。只见银票一抖，一根根银针扑面射来。你诈我！小小捉刀人也敢动我佩花？我的眼睛啊！不好意思，力气大了点。怎么样，眼珠子没爆浆吧？祖师爷慈悲，我本来只要300贯，可是你非得送我全副身家。啊，你真是太客气了。拼尽全力纵身扑向了船外。晚了，这抛尸的朋友都知道，无头施主仅用草席是沉不到江底的，至少得加2块大石头。你若杀我，拍花们一定会报仇的，你等着被碎尸万段。哎呀，别把自己看得太紧呀，你又不是第一个死不见尸的拍花子。不过碎尸是个好主意，比抛尸省力。他们都是你杀的？你究竟是何人？龙武古道哭泣岭村民137人，向你问好。不可能，9年前那里的村民都被私盐贩子杀光了。没杀光，死人堆里活了一个我。肉身喂鹰和喂鱼都是功德，区别在于鹰可以吃活的，而鱼只能吃死的。求你了，给我3元，让我直接死，让我死。好好回答我的话，祖师爷慈悲，会让你死个痛快。不想说也没关系，小姑姑专克嘴硬之人。这让李老三干颤不已。真乖。元丰5年冬月，龙武古道哭泣岭渡口拍花门中，是谁拍走了小阿妹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负责接应，至于接到的是什么人，我一概不问，这是规矩。哭泣岭渡口不是我的任务。活人造处的媒氏是谁？活人造处，我只知道田嫂子会这个，没有听说过什么媒氏。去哪儿能找到田嫂子？小道长，留我一条狗命，
明日戌时，钱塘县凤山门外渡口，我正要去接他们。真巧，祖师爷果然慈悲。是，小道长，我就是您的狗，任凭您差遣。哼，来，旺财，你有没有听谁说过这句话？一村贱民能为贵人而死，是尔等的福气。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祖师爷慈悲，我巧七妹说会给你个痛快，就一定会给你个痛快。好好的大男人，像只被割脖子的鸡一样，怎么这么多血啊？很难打扫的耶。我吸了这条乌篷船了。乌篷船摇进了芦苇荡，有不成调的歌声传来。乖宝贝，咬碎了，鱼咬了，虾饺了，剩下个脑袋晕掉了。钱塘县凤山门内来了一个不正经的小道士。喂，小道士，你断了没有啊？山上缺粮了，让你这个小娃子下山找饭吃。小道童啊，你师傅去云游把你落家了，咋没给你烙个大饼挂脖子上呢？这里就是出城去渡口的必经之地了。小道长啊，来给我测个字。看相算命通通不会，风水测字一窍不通，最善为死人穿衣，为孩童打将军剑，宁且挪尊定，别耽误了小道修行。修行还是看闲书啊？哦，看的是临安志。你外地来的？这书在书局卖15贯，我有货源，只要10贯。叫住了一个正从摊前经过的带着娃的男子。这位善人，您儿子额上有星疤，命中只怕还有一件，要是不想面破大象，缺手少脚，一生残疾，夭折短命。我呸！他一进关公庙就会生场大病吧？这病起来就脸色发青，哭闹吐奶，无法入睡吧？打个将军剑吧，100贯。呸！你怎么不去抢？这位善人，你怎么不讲讲价呀1贯先。呸！你怎么不去抢啊？这小人弄不领情，那些死得了的。请他们为眼蝶儿。阿爹、阿叔，还有小叔、李叔、黄叔，贝图村的那晚，你们也是这么挑着盐袋来这儿的吗？贝图村的那晚，他6岁，他从梦中被摇醒，不知道是几更，只知道黑得很，连星光都没有。催着儿媳和女儿们带着孩子们逃，自己冲到了刀光火影之中，只为了给他们争取一些时间，好让他们逃命。阿哥和小林哥护着村子里的婶子们，带着弟弟和妹妹逃进了山林，又一个接一个的倒在了屠刀下。阿娘一边骂黄婶子臭婆娘，一边流着泪带着自己和大五哥逃命。受了脚伤的大五哥很艰难的把他送到了这座弃婴塔。小七妹，你在塔里等，叔伯们快要从渡口回来了，我得通知他们，不然就是毫无防备的羊入虎口了。那晚始终是没有月亮的，月亮不出来，可不是不忍心看到这场屠杀，而是为了给屠杀提供掩护。有个用黑巾遮着面的人骑着大马。废物！若不是你拍花门办事不力，何须我带人千里奔袭而来？小阿妹拍走了吧？没事出手了。您知道他活人造处，无从失手。老大，只留了村长一个活口，村民的数量比册子里的只有多没有少。我醒他，让他回话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杀我全家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村里一共有多少人？你个乱炮！你个老西斯！你个老西巴拉老哩！黑暗里有啪啪的声音响起，打得越响，他骂得越狠。老大，已经点过了，连这个活口在内，一共137人。到底为什么？我全村137人做错了什么？一根苗苗都不给我们留！
一村贱民能为贵人而死，是尔等的福气。满村139人，只剩下自己和弃婴塔里的大五哥。乖宝贝，要睡了，天黑了，阿爹起来了，阿娘也莫睡，脑袋别在腰带上，挑盐担子给阿女装嫁妆。京都汴梁提点刑狱司大人，临安，我带人轻车快马去一趟就行。不就是个下九流的拍花门吗？哪用得上你亲自去跑这一趟？话说，你不会是在躲太皇太后的指婚吧？莫非还惦记着当年的婚约？我跟你说，真情是病，得治。哎，江南这是出了个神秘大侠，还是凶犯克星？怎么这么多在钱塘流域失踪的在逃凶犯？元佑2年陶月，青州祁郡拍花子门陈某在押送途中杀死典狱使后逃跑，于钱塘县失踪。杏月，扬州交趾郡拍花子周某被发现于越州犯案，随后就失踪了。一共有17个被提刑司发了海捕公文的拍花子，一个两个可以说是巧合。这5年间有这么多巧合，那就一定是有人在暗中行动了。这些杂碎都有悬赏，居然没有捉刀人提着他们的人头来赏银。这位凶犯克星，不，这位大侠可真是高风亮节，无被楷模。也是啊，提刑司真穷了，50贯100贯这样的赏银，捉刀人都看不上眼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是拍花门在清理叛徒？凡事不能只看表面。所以，你认为拍花门的总部就在临安附近？宜尽早出发。那也用不着你亲自去，这不是杀鸡用屠龙刀吗？署里穷得叮当响。聒噪。行吧，君主未动，下属先行。轮到临安的小娘子们心碎了。李玉白从案台上摸出了一封火漆封口的信来，信纸上不过写着4个大字：活人造处。8年前，元丰6年春末，神宗遇刺昏迷不醒，汴梁2天1夜死了273人，有家眷561人被放逐。而这场被称为永安里之乱的宫变，正是因以装活人造处开始的。臣李玉白起，元丰元年至元佑5年，拍花子横行，民众深受其害，用重点屡禁不止。提点刑狱司自建立以来，5年间各州府呈上的汇总可见，因拍花子失踪的儿童、妇孺甚至男丁，记录在案者竟高达1000余人。臣近日得到线索，拍花子门总部可能隐藏在临安，故臣自请带队前往临安，将拍花子门总部一举荡平，以安天下为人父母亲友之忧，叩请圣裁。散衙后，李玉白骑马出了朱雀门，去了青天寺的后街。玉哥哥，乐宁，我要出门一趟，若你有事，让小桂子去找福伯。玉哥哥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官家束发之前，我一定赶回来。回来之后你会娶我吗？只见大人有令，城门戒严，查拍花子的，携带孩童一律严查，没有路引一律扣下。首府州府发悬赏榜了，谁能找到周家小千金，赏300贯钱。来活了，快！集市口那个不正经的小道士迅速地收了摊子，潜伏在城里的拍花子开始行动了。清泰门土杂院里，就这只猴子吧，个头跟2岁的妮子差不多了。快，把他的皮剥了。当家的，真要用活人造处啊？这根灯芯命真好啊！他家里不但报了官，还悬赏300贯钱。现在啊，到处都是衙役和捉刀人，为了赏银在找他。不用活人造处啊，
怎么送得出去呀？当家的，猴子皮剥下来了。水烧热了，从头淋下去，淋2遍。这妮子会不会被烫死啊？水没开，烫起泡而已。用针把泡给揭了，趁着出血涂上秘药，再把猴子皮缝上。城外小丫头片子那么多，何必？费什么口舌？还是想想怎么出城。李老三的死可从不等人呢。妮子啊，要怪就怪那位，孽是他造的，你这根灯芯也是他要的。笼子里的猴子惊恐不安地捂着了眼睛。白云洞外，月下老人祠，女人袅袅婷婷地走了过来。嬷嬷，救命啊！哎，放开这位夫人，赶紧滚！若是惊扰了家人，看我不揍你！郎君，妾家就在前面，能不能送妾到门口啊？终于，分岔路口出现了一座日字形的厢房合院。郎君，你的上衣弄湿了，要不要进来换件？妾相公不在。不了，算命的说我有桃花劫。算得真准，不过下次别算了。人中宽2指，上好的灯芯也。阿丑，快倒车！这根灯芯很值钱。李娘子即刻乔装，赶在天黑前出城。带没带小孩？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，妾命苦，这肚子不争气呀。见没见过这个不到2岁的女娃？要是见着了，赶紧送到衙里，朱家重赏300贯钱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连忙摇头。行了，出城去吧。看来田嫂子没那么容易混出城，可别误了事儿。李老三可不等人。紧赶慢赶，终于来到了目的地。2、3人高的芦苇丛密得根本看不见对面。阿丑打了个3长2短的呼哨，一个不起眼的乌篷船从这芦苇花中荡了出来。李老三，乖宝贝，咬碎了，猫咬了，猪啃了，剩下个脑袋狗跑了。装神弄鬼。哈哈，杀人你不如我多。死的是无声无息的，丽娘子只看得胆战。小郎君饶命啊！开花子这行都是他们逼妾干的，妾一介女流，从来都是身不由己啊。说是死在你手里，也算是妾的福气。只是妾还有个2岁的小女儿啊。原来是个可怜人呀。祖师爷慈悲，小娘子莫哭。拍花子这个行当最损阴德，你得做点积德的事儿。这经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，抛尸是很累的。我呢，需要个苦力。2选1吧，你是想被我抛尸，还是帮我抛尸？而且，抛尸抛得好，也是一件功德。小娘子细心点儿，别忘了装石头。不然沉不到底，若是沉不到底，就容易吓到捕鱼人，这1年的功德就会被吓没了。小郎君，妾干好了。小娘子辛苦了，以后由我来护着你。小郎君贵姓啊？姓什么不重要，叫我三七哥吧。我3拳有人头七。小郎君累了吧？妾给您按按。妾从小就会伺候人。真乖，明早奖你个大鸡腿儿。小郎君，接下来您打算带妾去哪里啊？哪儿都不去。田嫂子2口子还没到，祖师爷等着度化他们呢。小郎君错了，
田嫂子他们不会来了。不瞒您说啊，新帝继位后提刑司抓拍花门抓得特别凶，为了不被抓到，妾这伙人平日里都是各自分开生活的，一旦有了任务才会出发，事前不联系，事后不打听，得手后由李老三接应，过实则不候，这都是规矩。约定的是卯时一刻，他们若还没来，那就是出事了，李老三绝对不会等。那该去哪里找他们？小郎君知道什么是活人造处吗？虽然没睁眼，只是摇了摇头。妾也没见过，只听李老三说，这田嫂子啊会活人造处，就算没人接应，他们也出得来。如果实在出不了城，那拐的小孩呢？若是实在找不到出城的机会，那碎了、活埋、喂狗都有可能。这两人全名叫什么？妾只知道这男的叫田大力，女的就喊田嫂子。拍花门里只有代号。那小娘子知道没事吗？她也是拍花门人吗？小郎君要找她做甚啊？找她叙叙旧。要张9年前的旧事要问问。小娘子有没有听谁平日里说过这么一句话？小郎君，什么话？一村贱民能为贵人而死，是尔等的福气。听这口气，倒像是个当大官的人说的。这拍花门不过是个下九流，妾没听过。小娘子甚得我意呀。祖师爷慈悲。李老三的身家银子分你一半。一条乌篷船乘风破浪，在江面上留下了阵阵的涟漪。哟，你醒了啊？别怕，蒙上你的眼睛就表示不会杀你，一会儿就送你上岸。喂，你一个书生是怎么好意思哭出鼻涕泡的？乖了，你哭得我头都大了。不如我给你唱个音乐吧。乖宝贝，要睡了，雨要了，下脚了，剩下个脑袋跪掉了。那个10天不开张，开张吃10天的摊子又支了起来。小道士，你这3天晒网2天打鱼的，究竟什么时候能开张啊？你真的是个道士啊？如假包换。那你开张过没啊？看你岁数不大，长得也好看，这城里3花胡同那有个地儿，你……我说大哥，借100贯钱还我。开什么玩笑？什么交情就借钱？既不借钱又没交情，那你废话怎么这么多？小七妹翻了个白眼，王麻子顿时闭了嘴。小道长，奴从昨日找到今日，可算找到你了，请你打个将军剑，能便宜点吗？被他揪着的正是昨日骂人的那个男子。100贯，你怎么不去想啊？小道长，奴家里委实没有100贯，17贯钱行吗？再加这只银簪子，道长就当帮个忙。奴这孩子，别人都说养不大，有算命的说他6岁有个大劫。可以了，这根银簪子也值个2贯钱，20贯钱都可以买1年的大米了。我是说1贯钱。年轻妇人大喜过望，连声道着谢，爽快地给了钱。小七妹捏了捏小男孩的脸，取了一根他的头发，混在随身坛子里挖出的细泥土里，就像变戏法一样，捏出了一个跟小男孩一模一样的泥人儿。这个叫替身。劳驾，请对准替身扎过来。见来替身党，公开替身栏。阎王不坐殿，将军不开剑。一生顺遂，平安终老。这就好了。若是不信，随便找个关帝庙试试呗。替我守摊儿。他没有其他的办法，只能守在城门这儿等。周老爷有话。
凡找回府里小小姐的，无论是谁，赏钱1000贯。昨儿还是300贯，今儿就1000贯呀！可恨，为何我满城都没发现人呢？1000贯，我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银子。一辈子，我王妈是2辈子也赚不到的。算了吧，衙门的人找不到，就咱们能找得到才怪。哎，快看，州府的少爷少夫人去求神了。人群中，一对年轻夫妇身后跟着好些的仆人，一行人正在3拜9叩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小女子陈氏，家住清波门州府，祈求佛祖菩萨保佑，只要女儿能平安归家，小女子愿终身持斋，来年菩萨重塑金身。小老七的视线穿过人群，落在街角处出现的一辆牛车上。一对5旬的市井夫妇不紧不慢地赶着这辆牛车穿过了巷子，车子上罩着一个麻布的笼子，时不时发出吱吱的叫声。隔着人群，小七妹的视线牢牢锁在这个坐在车辕旁边的婆子身上。看形容，这就是李老三和丽娘子所说的田嫂子，也是他找到的第一个会活人造处的拍花婆子。小道士，你发什么呆啊？别告诉我你没看过猴戏啊！要不那罐钱还我，我能看好多回猴戏。给我的就是我的，想都别想。哎，开个玩笑了，走，去看看猴子去。牛车已经吱呀吱呀地向城外走去，这机会是稍纵即逝啊！小七妹抬起头，将一颗石子弹向了笼子的插梢上，尖会所到之处，尽是猴子的惨叫声。笼子随之一歪，门居然开了。哎呀，这猴子有什么看头？又臭又凶的。也有不凶的。哎，你看那只小的，在笼子里睡得可香嘞。笼子里有只小猴子匍匐在草上，时不时地蠕动一下身子。哎，小道士，你听见了吗？他耳朵好像坏掉了，怎么听到有人在喊1000贯钱？救命！救命！我不是猴子，我是周家小道士，你见过会说话的猴子吗？见过，人扮的猴子就会说话。别走，我值1000贯钱。起开，别拦着路！抢在班头之前，伸手将这小猴子提起，只见这小猴起伏微弱的胸上有一条密密麻麻线缝的痕迹，头上的毛发茂盛，却在眼眶下面有一条狰狞的血痕，而那双为了匍匐一直藏在肚子下面的爪子，分明就是毛茸茸肉嘟嘟的小手。1000贯钱，这猴子是周家的小小。快关城门，谁都不许进出，通知周家来认人。发财了，我发财了！小道士，他环视了四周，却不见那个神叨叨一身反骨的小道士，只在转角之处有一个身穿灰色道袍奇怪的身影快速地行走，肩上好像蹲着一只褐色的大鸟。他定睛看去，只看到灰色的衣角一闪，人影已经消失不见了。集市口还留着一个空荡荡的摊子，和一个10天不开张，开张吃10天的招牌。同时不见的还有那个驼着背的婆子。小七妹像一条鱼一样灵活地跟在婆子身后穿过了巷子。9年了，这还是第一次她离活人造处的始作俑者这么近。但是田嫂子却没走多远，摔倒在了人群中。发现田嫂子口唇发黑，面色灰扑扑的，有一块一块黑色的斑从这皮肤下渗出。没事，你中了毒，要想活命，快回答我的问题。而这个田嫂子对于没事这个称呼并不在意。9年前你用活人造处拐走的小阿妹是谁？谁让你拐走的她？小道长救命，奴不会造处。9年前奴前头男人还没死，奴还在杀猪剐皮，奴干拍花子都是被田大力逼的。你知道梅氏是谁吗？田嫂子发出了奇怪的声音。谁给你下的毒？
最该死但不能死的人，却居然现在死了。现在这个田嫂子死了，只剩下田大力一个人。哎呦，王麻子，你小子咋走了什么狗屎运呀？1000贯钱呢，你花得完吗？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买个小丫头才10贯钱。唉，你咋眼睛这么好使？我怎么就没有你这个运气啊？他耳朵从来没有这么懂事儿过，到底是他运气好，还是小道士？死人了！死人了！开花子吐血死了！不好了，猴子吐血了！笼子里的猴子一个接一个横七竖八的倒下，跑过来的小七妹停在了人群中，身边的人来往不停的，她却僵在了原地，无声的抬头看着天空。哎呀，有点棘手啊。周老爷广邀全城的名医，只要谁能治好他家小孙女的病，他就送上一家医馆。哎呦，小姐好惨呢，那层猴皮在她身上弄不下来了。造孽！这拍花子该杀千刀，祸害了人家好好的千金小姐。你们说，这猴子还能变回人吗？一只苍鹰无声无息地落在了府衙的屋顶，不多时，屋顶上出现了一个灰色的身影，正是小七妹。很快又凭空从屋顶消失了。她消失的地方正是炼尸房。田嫂子公婆俩都被放置在帛棺里，脖颈以上发黑的斑越发的明显，隐隐地连成了一片。尸僵，入手冰冷，七窍流出的血迹是发黑的，眼睛半睁半闭间露出了死白的眼珠子。男尸的指甲是被新剪过的，有泥垢，无老茧。这鞋底儿是纳的浆层的千层布，鞋面是狗皮做的，不是挑夫，没有码头的扛包，没有晒过盐，也不像干散工的，反而是田嫂子的指甲里恰恰相反，有黑红色的血痂。小七妹从随身的搭巾里取出了一包银针，分别刺入尸体的口、唇、咽喉和腹部。银针变黑几乎是没有差距的，唯有下腹的银针黑色变浅。两个人中的都是砒霜之毒，是谁在下毒呢？莫非还有第3个人在杀人灭口？窗外响起了低沉温和的莺啼声，回廊里有人来了。小七妹飞快地取出了另一个小瓶子，倒出些水样的物体。做完了这一切之后，她攀上屋梁闪了出去。炼尸房里又处于一片的昏暗之中，偶尔只有1-2声的气泡音出现。这尸体的脸浮现出诡异一阵阵上升的烟雾，就像白雾一样，眼睛眉毛开始融化了起来。一鹰一人悄然出现，又翩然远去。嘿，小娘子，人你不行，让我这个经常杀人的小道士来告诉你，怎样杀才有意思。首先，不要活着看，血太多太粗鲁。小郎君，你说过会护着我的，我全都说了，你不能言而无信啊。船舷边摆着4颗人头。这是田嫂子和田大力吗？是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田大力为什么要拍走周府的小千金？小郎君，妾这伙人接的任务都是有要求的，比如妾这次要找的灯芯是人中2指宽的未婚男子。何为灯芯？这是为何？妾也不晓得，妾就是个听令行事的小马喽。我信你。你所说的和李老三说的差不多。粽子你是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？甜的。可惜啊，和我不是一条心。我讨厌吃甜的，我尽量让你死得痛快。郎君饶命，妾会生火做饭，还能唱曲儿解闷。郎君要是闷的话，妾床上的花样。祖师爷虽然慈悲，这色戒嘛，却是不允许破的。咸的我也爱吃。和我一样一身反骨，更加留不得。要你，
回不来了。你真有个女儿？小郎君，妾若回不去，妾女儿一定会被卖掉的。开花门子无冤魂，你能活着是沾你女儿的光。若是再回开花门，我三七哥迟早割了你的脑袋去领赏。多谢小郎君饶我一命。脚尖一点，已经起身往乌篷船外走去。小郎君且慢，你饶妾一命，妾一定要报答你。妾刚才太害怕，没看清那个人到底是不是田大力。田大力的下巴上有颗带毛的物子。这里吗？一根根银针从丽娘子袖子里滑出。诧异了，小娘子挺会演的。哼，你中了我的软骨断筋散。不如给我磕几个，我再考虑考虑要不要给你解药。那不如你过来取我的人头，反正我柔弱的没有力气反抗。只抽出阿丑留下的刀。祖师爷慈悲，你不过来，那我只好过去。慌忙以最快的速度窜进了芦苇荡。没一会儿，芦苇荡中走出了一个披头散发、灵动纤弱的小少女。祖师爷慈悲，其实小七妹我不做道士，也还可以去上戏。真有趣。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，有没有第三个人，他又会在哪里呢？这山林间有一间破旧的土地庙，啾啾的几声，一短三长的斑鸠声响起。堂主，我来了，这一趟可累死我了。阿丑呢？折了，遇到了个硬茬子，李老三这伙马楼都折了。灯芯呢？被一个叫三七哥的小道士劫了，不过我把这道士杀了。对了，这贼道士在找活人造处的梅姨，说是有桩9年前的旧事要续续。堂主，这没事不会是您吧？田嫂子说她2嫁前只会刮皮。你确定他死了？确定。我本来想着带着他的人头回来的，可是又怕出不了城。没带尾巴吧？不如您摸摸。堂主，妾不敢了。妾虽然是丢了灯芯，但妾也算立了一功，求您。哼，蠢货！凡是知道没事的，都得死。一直到丽娘子停止了挣扎，他才将丽娘子的尸体扔进了火堆里。戴着凉帽的小七妹风尘仆仆地赶到时，土地庙被熏得一片的漆黑，一具泛着肉香且蜷缩在一起的尸体躺在土地公公的脚下。丽娘子死了，这线索又断了。漫长的9年，她已经失望了很多次。小姑姑，接下来就只有靠你了。小七妹，我今日捉到蛐蛐儿，一定能打败你的大将军。狗蛋儿，你人丑想的倒是挺美的。要说美，你们晓得吧？阿玲姐要说亲了，还是个连担子都挑不起来的书生。她才是长得丑想得美呢。我们阿玲姐那可是天下第一好，凭什么要嫁个瘦不拉几的丑八怪啊？小七妹，要不咱现在去她家吓吓她？同去啊！我不去，阿娘做了苛刻，让我回去趁热吃。小七妹，你怎么这么馋？你是饿死鬼投胎吗？黄婶说，小七妹这是在七星塔里饿出病了。喂，小七妹，回家吃饭了。狗蛋儿还不回家？你想死啊？大武，带弟弟妹妹赶紧回来，回得晚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这帮山猴子。记忆中的声音就回荡在这山野之中。乖宝贝，要睡了，天黑了，阿爹起来了，阿娘也没睡，脑袋别在腰带上，挑烟担子
给儿女整嫁妆。小七妹背着一个包袱，在黑暗中竟不用火折子，一路哼着小调往山里走着。屠村的那晚没有月亮，今晚也没有。她停了下来。阿奶、阿爹、阿娘、阿玲姐、大伯、二叔、四叔、小叔、村长、花婶儿、李叔、李婶儿、大叔哥、小哥、狗蛋儿、幺妹儿，我又来了。大五哥和我过得很好，天天都有肉吃。村长，你说过等我吉吉就给我取个好听的大名，我都叫了15年的小七妹了，你给我取的大名到底想好了没有啊？再过2个月我就吉吉了，要不你托个梦告诉我，总不能让我等长成18岁的大姑娘还叫小七妹吗？真的不好听哎。不过也不紧呀，谁知道我能不能活到18岁呀？对了，我要带大五哥去一趟钱塘县，别担心，会是关老爷来请我去的，等着我，我要用贵人的血来祭奠你们。南来北往的路边有一座道观，观很小，朴实到落魄，3七观。这正殿内摆着3口漆黑的棺材，呼噜声震天响。大五哥，走了。3里庄牛二娃家有故人要穿衣。小老七，我饿。哼，活干好了，给你买肉包。我要吃5个。2个人一起去了3里庄。福生无量天尊，请问善人，这是牛二娃家吧？道长，我阿爹前些日去塘里放鱼苗，不晓得怎么滑进了河里，我们捞了7天，直到今日才捞出来。他老人家辛苦一生，做儿子的实在是不能让他死无全尸，辛苦道长给我阿爹穿衣。好想吃啊！小七妹叮嘱他坐在院子里吃。水里捞上来的故人就躺在门板上，尸体已经是肿胀发亮，尤其是肚子胀得如同发泡的死猪。更惨的是碎腐肉一条一条的挂着。小道长，你看我爹还能穿衣吗？祖师爷慈悲，能倒是能，得加钱。没钱，加1斤米行吗？牛二哥，这活吧难，真的难。根据小道士我穿衣的经验来看，得抓紧时间，不然怕是要爆的。这要是爆了，那可就凑不拢喽。唉，祖师爷慈悲。那，小道长，银两实在是没有了，俺再添一只老母鸡行不？行。给故人穿衣很有名堂的，想穿衣得先学会脱衣服。这世界上最难脱的就是已故之人的衣服，躯体开始变得僵硬，经常伴随着腐烂，时时可以看到脱节，偶尔还会剩半个脑袋。这些都算是小儿科了，修修补补的手工活而已。难的就是像刘老爹这种泡在水里的已故之人，他轻手轻脚地撩开肚皮上的衣服，然后用细细的镊子缓慢而轻柔地扎进去，同时一根削尖的空心芦苇草杆顺着锥子扎了进去，一直到芦苇开始发出噗噗放屁为止。那么接下来的第2步，直接用剪子剪开故人生前穿的衣服。第3步就是摸骨捏人。男，头顶未束发，发长1尺，眉细而疏，头尾同宽。喂，师兄。哎，记住了啊，坑深5尺，土厚3尺，别像上次一样，太浅容易臭，狗也容易跑。知道了，我要吃肉包子。那你的太上救苦往生咒念熟了吗？还差一点点。哪一点啊？就太上赦令超入孤魂之后的那一点点。你带人去挖坑吧，挖好有叫花鸡吃。哦，太好喽！牛二哥，可以送老爷子入关了。牛二娃利索地跪在地上，给小七妹磕了个头。祖师爷慈悲，这是功德一件。一切忙完之后，小七妹带着一身的尸臭味
直接奔向了河里。想吃醋鱼，醋鱼得鲜，想吃龙井虾仁，虾仁得嫩，想吃叫花鸡。哎呀，牛家的走地老母鸡忘记抓了，我现在就去抓。叫花鸡有2条腿，我1条，师傅1条，还有2只翅膀，我1只，师傅1只。小老七，我能不能吃2翅膀啊？小七妹游到了瀑布下，穿过水帘，她轻车熟路地爬到了水帘后面，揉着已经开始发胀发痛的胸脯。你们2个能不能先别长，我先长长个呗。回到了三七庙，锅烧热，水烧开，杀鸡要褪毛。你把血放在小碗里，那个鸡肠子一定要里外2面都洗干净，然后切成小块。对了，再去找1株香酥叶，我一会儿就出来。别人腌鱼，我腌人，真是一身可爱的反骨呀。突然一阵轻微的细声，有人持刀进了偏殿，而大五哥这傻子一点警惕都没有。林武，放下刀。道长，我们没有恶意，直接跪宝地歇个脚。蓬荜生辉，故人诚不欺我也。哎呀，就好看的人果然连光都偏爱3分。哎，别吓到小道长了，出去。我需要换身衣裳，不敢亵渎正殿的神灵，因此才进了偏殿，打扰道长清修了。哈哈，神仙，你可真好看。你见过神仙？是啊，经常见啊，他们常常给我托梦。那是鬼吧？鬼才托梦呢。小道长为何躲在棺材里？这是我的床，你没有这样的床吗？我为何要这样的床？我觉得我还能够活好久呢。哎呀，人生有很多错觉的小哥，你的面相呢，跟临安志里的地图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都看不懂。借道长宝地一用，不知可否？不过别进我的床哈。谁会没事进棺材啊？好。等小七妹走出了偏殿，这些到底是什么人？刘大武和一个手拿折扇，看起来很风流的青年男子，正鼓着腮帮子，吃得满嘴流油。师弟，快来，有烧鸡腿吃。惊扰小道长了，我们很快就走。桂冠的对联写得着实妙，不知道师尊是哪位隐士高人？我的师傅叫三平，我师傅的师傅叫清风，我师傅的师傅。只听见一声呼哨，2位小道长，有缘再见。钱塘县府叶伯文从当上了这县里的1把手开始，这还是第1次这么紧张。叶大人，坐下说话，别拘束。大人方才还夸你府衙里的军座整理得不错。还未请教，大人您来此是有何公干啊？本人提刑司陈南山，陪大人出差。要命啊！来的人是李玉白，本朝唯一一个能有实权的外姓小郡王。国人造出这个案子，你已经结案了，我想听一听你的看法。给李大人请安。周府小千金失踪当天，正是周老夫人寿宴，竟叫贼人钻了人读眼书的空子，在青天白日将小小姐从管事嬷嬷手里带出了府。周府立刻关闭府门寻找，同时迅速报了官。各大城门校尉都确认事发后没有人带孩子出城，下官命人关了几个城门，仅留凤山水门、汉门、钱塘门和庆春门用于进出。周府少夫人提供了亲笔画像，周府进行大额悬赏，各路捕快进行了全城搜捕。直到第3天，凤山城门口集市上，这活人造处事情发生。这对拍花婆子见事情败露了，竟然口服砒霜自杀了。好在被拐的孩子找了回来，也算是能安慰到苦主的一片圈圈爱心了。这个案子你办的只能说中规中矩，不功不过，是守着你的本分做的。周府失踪案的当天晚上，有丹儿村村民报案，称其家人暴毙于草丛中，死因有可疑。第2日午后，白云洞有人报案，
称自家侄儿外出游玩后不见踪影，衙门为何没有安排对这2户人家进行详尽的排查？实在是这2日人手不够，下官现在就派人去。我再问你，按照提刑司的要求，你结案的卷宗里为何没有犯人的画像？下官请罪。这一对拍花子公婆的脸没了。陈南山飞速的跟着垂头丧气的叶博文去了炼尸房。活人造处，何其歹毒！这等邪术古来有之。英宗皇帝在位时，有杂记中曾记载说，市集中有猴不惧人，皆不惧火，竟与幼童争食，口能人也。围观者皆称其以铜钱制之。拍花子拐的是孩童，便造之猴子；若拐的是少年，便造之四脚羊。所以你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就立刻改道来了这里。大人，你就是冲这个活人造出来的吧？那位主子的事不是你的错，刘少妇一家更不是你的责任。6年前你行冠礼，却至今迟迟不婚，难道是等着那位主子及笄？莫非你想把自己赔给那位主子？哎呦喂，这也算上公主了。那这提刑司的老大你可没法当了。正好我这从4品能往上提了。这么说起来，你上公主我得好处，这买卖能干，我同意了。只怕你爹和太后都不会答应。垂头丧气的叶博文叹息了一声，感觉自己时运不尽呐。这个案子不解好看点儿，只怕他这个知县升迁是无望了。大人，您还记不记得半年前白骨案里的那个会摸骨捏人的3平道长？快，让他赶紧带人来，府里有赏。第2日，晨鸡打鸣，天地黄昏，3七观外一片的朦胧。本师爷亲自向知县大人举荐你的师傅，若是能够解知县大人燃眉之急，大人重重有赏。嘿，我师傅还在睡觉呢呀。好不容易将他拍醒之后，你请我就去啊？你是哪根葱啊？我3平上河和无量天尊喝酒，下河月食殿阎罗吃肉。你算哪个犄角旮旯的水仙花啊你！知县叶大人有请。师傅，大人请你喝酒。酒？什么酒？去哪里喝啊？这一路赶得十分的着急，3平被颠吐了好几回都没醒。这就是能摸骨捏人的3平道长？正是。怎么不醒的酒再带上来？难道让陈大人等着他？这不是误事吗？小徒，山野中人，嗜酒之徒，难登大雅之堂，让大人见笑了。叶大人客气，我还挺想见识见识这民间绝技的。去，给道长醒酒。醒来也捏不了，我师傅喝了酒手就抖。烧鸡公子啊！福生无量天尊，果然后会有期。小道长，听说就算人死的只剩骨头，你师傅也能捏出那个人生前的模样。不敢欺瞒大人，也不是全都能，只有个臀骨，谁也没办法捏出个脑袋来，都有头骨才行。哦，你也能吗？小道长，我这里有2颗人头，你若是能还原出他的脸来，衙门里有重赏。赏多少？100贯。请问大人，这2颗人头死了有几天？3天半，这不是儿戏。小道长年幼，若是没有这个把握就直说，莫耽误了正事。祖师爷慈悲，小道能做是能做，只是太臭了，得加钱。加多少？若我做得有8分香香，加50贯；若能有10分香香，加100贯。小道长有趣，那现在就开始吧。能不能先吃了饭啊？
小老七，吃饭的事儿稍后再说，你抓紧先办正事儿。衙里煮饭的锅有几口？给小道长拿个馒头先垫着，让王翰送只烧鸡腿进来。误会了不是？能不能借我一口锅？我要先煮死人头。这陈南山皱着眉头，眼睁睁地看着小七妹将这头放进了大水锅里，一股直冲天灵盖的味道开始逐渐地弥漫了，混合了100只臭鸡蛋的味道，迅速占领了整个府衙的后院。其实真的应该先吃饭的。李玉白无声无息地来到了后院，这视线所及之处，那个跳脱的小道士，只见小道童的双手在骨头上摸来摸去，没过一会儿，小道童将这人骨放了下去，又从随身的坛子里挖出了一团细泥来，10根手指揉搓个不停。那团头颅形状的细泥慢慢的开始有了嘴巴、眼睛、鼻子还有耳朵的轮廓。大人，这值多少赏银啊？叶大人，你是见过死者的，这有几成相似？9成以上。我呢有个法子，若是多捏几个，城门口、悬赏墙还有带队的捕快大哥沿街找人都可以用得上，这比画像好使。能加钱吗？能，不过小道长之前真的没有见过死者吗？我可是见头骨如见人。李玉白的视线也落在他的身上，睡在棺材里的小道童身上倒是有股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信。你这手好本领是怎么练出来的？师傅随便教我随便练的，我大概是万里挑一的天生奇才。钱塘县最大最豪华客栈今日被人包了。好吃吗？小老七，你师兄从小就是这样？师兄9岁的时候从树上摔下来伤了脑子，所以一直只有9岁。不对，18岁，脑子9岁。叶大人来了，说是据城门口传来的消息，有人凭泥头认出了班徒的身份。小老七，这下你立功了，说想要什么赏赐？楼梯上的脚步声纷沓而至，不疾不许。小七妹抬起头，只见那个叫林武的护卫跟着一个神仙似的人物向下走。这个是他要找的贵人吗？他要找的那个贵人有没有他贵呢？服毒自杀的这对派花婆子值的是越州府的录音，录音上叫田大力和田李氏，但街道司有个青山汉子认出了这男的，说他是本地人，叫翁小民，几年前曾在街道司下做过单金针儿，嫌太累撂挑子不干了，后来一直就是个二流子。这是翁小民的住址。给越州姓林的知州去信，问他钱塘县人是如何在他越州办下的录音。是。另外，女派花子田李氏从城门口逃走后，被人发现死在菜市街边，这里离翁小民家不远，都靠近庆春门一带。我竟然觉得这比小老七煮骨头的味道要好闻些，难道这就是道心？开门的一瞬间，他不但眼尖的看到这院子里摆着好些个粪桶，还有满天飞舞着绿头苍蝇，乌泱泱的在院子中间那口井。叶大人请往右跨2尺落脚，别破坏了痕迹。取纸笔来。这是那辆牛车，那这里想必就是活人造出的地方了。让王翰带人将院子里的污水沟清洗一遍，不要放过任何毛发。大人，我现在派人去叫小老七来，井底下有具尸体，已经烂得没法看了。庆春门外粪蛋儿，这书里果真不骗人。书里还说了什么？书里的地图说，这里前有东河，后有天沙河，离庆春门不过10里地，离清泰门也算近。选在这里落脚，可以说是4通8达。你对钱塘县也这么熟，常来这儿？多亏了有这本《临安志》，江南上8府下3府应有尽有，在书局25贯钱买的，孤本。大人，
您初来乍到，想必也很需要。我呢，可以忍痛割爱，得加钱。小道童，你祖师爷知道你这么沉迷吗？看到前面朝着大地作画的李玉白，好看吧？有主的。陈南山哼哼了2声，走到了枯井边。想我堂堂从四品，这么点事还得亲力亲为。哎呀，为了大人，我着实是牺牲良多呀。所以大人，您是没有随从吗？其实我挺适合当个随从的。有事本随从替你上。祖师爷慈悲，为大人分忧本是功德一件，有事随从上也没错。但是，若要我下这口枯井，得加大钱。加钱已经不能弥补这种伤害了，得加官进爵才行。仵作在井底认了尸身之后，终于是被拉了上来。大人，死者是男性，高4尺5，死因是他杀。死者是被勒死的，腐化严重的尸体上，很明显的在喉咙处有一个绳子缠绕并深入了肉皮。大人，这次的摸骨捏头，还有赏钱吗？只有1具尸体，却有2个人的脚印，脚长4寸有余，脚尖圆而翘，是双翘肩部线。井底下曾有个女人下去过，回县衙后记得去田李氏的鞋踏印做个比对。小老七，别看你年纪小，这份摸骨捏人的手艺，哪怕就是在京都，也是完全可以收徒了。这种手感没法教，全靠自己领悟。雕虫小技而已，雕虫小技，不及大人本领的1/1000。我肚子好难受啊。小老七啊，别担心，师傅我撑得住。要是有碗白粥就好了。小哥，陈大人或许还有用得着小道的地方。除了长生不老和死而复活，其他的方方面面嘛，小道师傅都懂点儿。我们大人生性爱洁，你们师傅为师太过邋遢，奖赏也拿了，先去弄个地方弄清爽一点啊。大人若是有需要的话，自然会派人来找你的。哼，过河拆桥是吧？行，官府这边走不通，那就换条路走走呗。师傅吐了一地，人家刚打扫好，又吐了一地，人家算好脾气了。3个人只开了1间房。你决定了？师傅有意见吗？没有，我哪敢有这玩意儿。师傅，听说过将人比作灯芯的说法吗？等我回去翻翻师尊的书再告诉你。不过看起来很亲民的那位大人腰间挂的是银羽带，他那位主子的靴子上用了护头球金带，必然是天家近臣，就是不知道是小皇帝一党的，还是太皇太后一派。人家图你什么留在你身边啊？图你小还是图你俊呢？或许图我的天赋异禀，就像您当年非要收我当徒弟一样。那啥，那我就带着大傻子在观里守家。有什么可守的？难道还有人去斗那些泥塑的蠢货？哎呀，可不敢这么说呀！天尊师尊有怪莫怪，小孩子不懂事儿。快吃吧，师傅，一会儿你还有事要做。3平不敢反抗。说吧，你又要为师去哪里招摇撞骗啊？钱塘首富周家大院。哎呀，这可怎么救啊？只怕救不了，一世英名都得砸了呀！真是生平仅见啊！这猴皮已经和人的皮肉长到一起，只怕不能活了。少夫人估计也活不下去了，我看着心里都难受。造孽呀！哪个当年的能受得了？听起来情况很糟糕啊！王麻子，前几日你可是赚了1000贯呀！
会不会这间医馆也在等着你这位捉刀大侠去转呀？王大麻子大字都不认得几个，要是能医好小小姐，那真是神仙护体了。突然，这王麻子的眼前一亮，周家大院的门口，这不就是那个不正经的小道士吗？府里有邪祟，劳驾，我师父乃天尊座下弟子，今日特为小小姐接榜而来。小道童若是来看个热闹稀奇，请恕主子没空作陪。看热闹？哼！寒食已过，上巳未至，百鬼寻亲未返，精怪历劫已出。这贵府老爷是过节还是历劫，就在你这一念之间。你确定你下一份看门的工能有现在这么滋润？管家迎了出来。哎呦，大师怠慢了，老爷有请。是你说府里有邪祟？我这宅子可是找风水大师看过后才建的，花了大价钱呢。府地有吉宅，本可保3代，风水宝地也挡不住有人用邪祟害你，急祸入家宅，主家有败局。大师的意思是，有人故意克你，亏财伤人，这还只是开始。请上茶，上好茶。大师，何人克我？用的符咒邪术还是巫蛊啊？亏大财还是亏小财呀？我只是半仙，又不是神仙。这宅子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，叫我这徒儿先见一见吧。福生无量天尊。而就在这时，有下人一路疾跑着进来，贴着耳朵说了一番话之后，周老爷顿时站了起来。见周老爷走得匆忙，也没说他们3个怎么安置，便朝簪瓶打了个眼色，拉着大武跟在周老爷身后一起去了东跨院的厢房。就让云儿去吧，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，别让她遭这个罪了。不，祖母，让云儿活着，我要她活着。再去找其他神医，一定还有其他法子的。少夫人，您就听老夫人的吧，这小小姐也太遭罪了，大夫都说没希望了，还不如就放手吧。不，这碗药下去，我的云儿就没了。一定还有别的法子，我去求神拜佛。少爷快来，少夫人她快去请李大夫来。小七妹跟在周老爷身后进去，一眼就看见曾经在人群之中3拜9叩的那对年轻夫妻。窗下的圈椅里端坐着一个头戴着抹额的老妇人。母亲也来了。这3位是？这是为云儿接榜来的大师，说是有人故意用邪祟克我。小道也略通医术，不如让我先看看小小姐。罢了，云儿福薄，就不劳大师费心了。你且陪大师四处去看看，风水是大事，总要家宅平安才好。少夫人脉象浮取硬指，缓而实指，只有定数，面色乍白乍赤，主惊惧过度。服药之后略作休息，便无大事。至于小小姐，恐怕诸位得另请高明啊。如今小小姐摸不得脉，人又迟迟不醒，老夫艺术学浅，生平从未医过。你且带人去宅子里四处转转。母亲，云儿她……我心里有数，你且去吧。这周府内宅竟然好似这周老夫人的一言堂啊！小七妹退后了几步，悄咪咪地摸到了床前，裹在锦被里那小小的一团露出毛茸茸的猴头来。小七妹正要伸手去接被子，你这个小道童，你要干嘛？
嬷嬷，小道的师傅乃是天尊座下弟子，他真的能治。祖母，不要！少夫人，如果我师傅治好小小姐，那悬赏的医馆能折换成现银吗？能，换，用我命换也行。来的大夫都说治不了，你这小道童口气倒是不小。来啊，请小道长去耳房歇着，上点瓜果茶点。善人这悬赏招医榜，莫非是个空壳子？我说能治，怎么嬷嬷连是都不是？还是说，嬷嬷不想小小姐活着？祖母，就让道长试一试吧，求您了。相公，云儿还不到2岁，她一向很乖的。孙媳妇儿，快起来，莫伤心过度伤了身子。祖母老了，这钟馗早晚要交到你手里。求主杀我，求祖母不杀我。祖母，你看，云儿都听得到，她都懂。你，求你让道长试一试，若不成再……我真能治。师傅加油，我相信你。那要是治不好呢？那就师傅先死，我替你收尸。我挺善于收尸的哟。你不是说只要借机随便看看就走吗？我随便说说的，师傅，你随便治治，就拿出当年治大武哥的本领来就行啊。那不一样好吧？当年大武士腿上，我刮刮烂肉正正骨就行。再说了，得亏大武当年壮得像小牛犊子，试错了药治坏了，还有一身的膘子肉慢慢养。这么个小不点儿，万一量用大了，没等着治就先死了呢。所以呢，给你配了2个正经大夫。我跟他们说了，只要他们打好下手，悬赏的那间医馆呢，到时候给他们，而我们只要折现的银子。这是必须治。不治不行。对。你会给我收尸？会。挖得深点儿，土厚至少4尺，别让野狗把我刨出来了。我尽量。奇闻杂记中曾经说过，有人变人为畜者，名曰活人造畜，可造活叫驴，又可造4脚羊，或猴或狗，皆口能人言。最早是见于金湖一带，部落祭品以祭天为主。可后来有拍花子为了谋取钱财，将采生割取之法与活人造畜融合，专拍孩童，从小就练，或者是扮人扮猴，或者在这集市上卖艺牟利，这就是活人造畜。大少爷，小道有句话一定要说，只怕贵府有内鬼。萧道长言之有理，但衙门查了，府里也查了，并没有发现。相公，会不会是老爷生意场上结过仇？八爹查过了，也没有这方面发现。更何况少爷少夫人还有个仅比小小姐大1岁半的嫡子，一个外地的拍花婆子，是怎么能又快又准的在您宅子里来去自如的带走小小姐？没有内鬼，就是邪祟闹鬼。你若信我，我必定能将这内鬼揪出来。道长，只要能救我的云儿，来日我必去观礼，为天尊重塑金身。我只要我的云儿健康平安的回来。大少爷少夫人，我师父乃方外之人，最见不得人间疾苦。来府里之前，他已经思量了好几日，他让我转告于2位。小小姐身逢猴皮，算来今日至少已经是第4天。这身猴皮无论如何都要取下，但是在取下之前，他有宠话要说在前头。第一，您要备好为小小姐续命的银子，100年人参、天山雪莲、野生地黄、炮制香附、天然牛黄等等上好的药材，配合2位大夫早早备好。第二，
府里的内鬼须得早日抓获，这是隐忧。只有千日做贼，没有千日防贼的。这里呢，交给我师傅和2位大夫，我陪您2位先去抓内鬼，除邪祟。啊，小道长辛苦，不如随奴去吃点东西。内宅的事儿，自有少夫人这个当家主母办就行了。少夫人不会连这些分内的事儿都办不好吧？邪祟最善玩弄人心，若要害人，必然是附在某人身上。嬷嬷放心，小道只找邪祟，其余一概不管。小道童还是回避好，你还小，须知后院内宅最有分寸，那是最重要的。谁是何婆子？拿下她！耳房里正躺着一个穿着朴素的婆子，谁知刚一碰到她，她身子一歪，已然倒下，脸上黑斑乍现，口、眼、鼻留下了几道血痕。哎呀，死人了，死人了！真丢脸，居然有人敢在我提刑司面前杀人，胆挺肥的。大人，您不是没报名号吗？顶多算是在知县大人面前杀人，丢也是丢他的脸。除了鞋子，用印泥拓印下来。小七妹突然间想起，那神仙下到枯井后得到的4份脚印，应该是4寸有余，脚尖圆而翘，是女鞋的印子，而捕快却除下的正是一双翘脚尖鞋。看来下井杀人的不是田嫂子，而是这位何婆子。奇怪，我们才刚查到她怎么就死了？这死的不早不晚，偏偏在我们眼皮子底下。大人，这何婆子和翁小明有什么猫腻吗？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唉，神仙的护卫嫌我师傅不爱干净，将我们都赶了出来。这当师傅的不来挣点赏银，难道要带着我和师兄流落街头啊？州府大门外，大人在轿子里等你。神仙看上我了？你可真敢想。州府门外的角落有一顶不起眼的轿子。神仙，您找我？伸出一只好看的手，手里夹着一张纸。神仙，这个是给小道的吗？能多给点吗？这纸能卖好多钱。念。陈三平，3期观观主，人称泥丸道长、九道长，生于嘉佑2年，师从清风道长。陈大武，孤儿，江陵府北岸人。陈小七，孤儿，江陵府长陵县枣林岗人。三平道长10年前游历时收养，后带回3期观。大人，您将底细查得这么清楚，是要重用我师傅了吗？哎呀，我师傅啊，除了长生不老和死而复生，其他的方方面面没有不会的，底子也干净得很。他还不会生孩子。丈云梅雨不成泥，10里金头压大堤。10年前正是熙宁3年，蜀江长了奔冲，沙水数10丈，损坏官司炉寿万余须，半月方退，溺死者甚众，生者无几几。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我家后面有棵大枣树，阿爹脱了他的长裤将我绑在树干上。第2轮洪水来得突然，阿爹去找娘和哥哥，一直没回来。枣子没熟，我就省着一天只吃5、6颗。师傅说他当时还以为我是只泥猴子呢。其实师傅那时候才像大马猴，饿得连枣核都吞了。经历过这些，你还是很乐观。那必须的，因为每一天我都在替已死的人好好活着。你很好。大人问这些，莫非要重用的不是我师傅，而是我？您真有眼光。师傅说我的资质以后是可以开山立派的，他以后的养老那可都靠我了。李玉白弯腰从轿子里出来了，
你师父治过人猴？他治过人，也治过猴，没治过人猴。州府的小小姐是人，她不是人猴。那么，你师父他能治？我师父那可是1道双修，所以才能教出我这样钟灵毓秀的亲传弟子来。如此人物却声名不显，可惜。我师父可惜酒可惜肉，却唯独不会可惜自己的名声。有一件事你好好办。大人，您尽量安排。若我没办好，赏银不可以少。你师父在施救的时候，无论救的是谁，不管有没有赏银，让他尽管拿出本领来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在你师父完成之前，不要声张，去吧。这位神仙什么都没说明，但好像又什么都说了。此刻躺在小小姐闺蜜床上的，可能不是真的周家小千金。知府大人叶博文的审讯很快有了收获。刚死的何婆子，她的家眷承认在事发前是见过翁小民的，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姓翁的是个拍花子。在何婆子的住处找到了一些微白色的粉末，正是无色无味的砒霜，而她是老夫人房里的嬷嬷，在寿宴当天负责接待事务，极有可能是她将拍花子婆子田嫂子放进来的。小七妹的视线落在了周老夫人身上，这个老夫人年方57，如今已经是40同堂，在周家她的辈分是最大也是最崇高的，她的儿子周老爷对她算是言听计从。这样一位老夫人想一碗药送走小小姐，是为了脸面，还是因为她早就知道那不是她的曾孙女儿？云云生5岁，两两太皆平，云儿一定会好起来的，对吧？这是云儿满周岁，祖母亲自为她打造的一对银镯子，只盼她一生平安顺遂。